你能不能想象，在一个平掉3条人命、一场灭门惨案的现场，有人比着 Yeah 的手势，开心的微笑合影？如果这场惨案不是虚构的故事，而是台湾民主史上最痛的一道伤口，如果这场悲剧的幸存者至今还活着，还在为这道伤口流泪，你还笑得出来吗？2026年2月1日，一部名为《世纪血案》的电影举行了杀青记者会，镁光灯闪烁，鲜花、掌声，演员们一字排开，脸上挂着灿烂的笑容。他们说，这部电影改编自台湾著名的悬案。有人说，演这部戏有种福尔摩斯与华生办案的快感。有人说，透过电影重启事件，其实没那么严重，也没那么恐怖。这些话透过麦克风传遍了台湾，听在某些人耳里是娱乐新闻，但听在林义雄先生和经历过那段白色恐怖时期的台湾人耳里，每一个字都像是一把利刃，再一次狠狠地捅进了那道46年来从未愈合的伤口。这不仅仅是一部电影的公关灾难，这是一次台湾社会对历史记忆的集体羞辱。这里是意识觉醒，记得按赞、订阅并打开小铃铛，这样您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新影片。今天我们不谈娱乐八卦，我们要来谈谈这部被腰斩的电影《世纪血案》，以及它背后那个让台湾人至今都不敢轻易触碰的痛——林宅血案。这部电影的争议在短短1周内引爆了全台湾的怒火。为什么？因为它触犯了人伦底线中最基本的一条——尊重。《世纪血案》这部电影直接取材自1980年发生的林宅血案，制作成本高达5000万，还原了美丽岛事件的场景。但是，直到杀青的那一天，全世界才知道，制作方根本没有取得当事人林义雄先生及其家属的同意。这不是疏忽，这是傲慢。制作人郭木胜在面对质疑时说了一句让人毛骨悚然的话。他说，他早就想过，如果事前去找林家人，对方极可能会拒绝，所以他打算先斩后奏，等片子剪好了再去通知家属。各位，请停下来想一想这句话的逻辑。因为知道你会痛，所以我决定先捅你一刀，等你流血了，我再拿着刀子去问你，这刀法你满意吗？林义雄先生曾经在他的著作《只有香如故》里写过这样一段话：每次想起我们家的事，每当有人善心或恶意地跟我提起他时，我都觉得是再一次地翻开了心灵伤口，而感到剧痛。所以30多年来，一次也没有谈这件事。沉默是受害者保护自己最后的堡垒，但这部电影的制作方却选择强行攻破这座堡垒。更荒谬的是，这场荒腔走板的记者会上，年轻的演员们似乎完全状况外，饰演那段残酷历史角色的演员竟然脱口而出说历史没那么严重。这不仅仅是演员的无知，这揭露了一个更可怕的事实：在台湾，我们生活在2个平行的世界里。一个世界是像我们这一代或者更年轻的世代，享受着自由空气，觉得白色恐怖只是课本上冷冰冰的名词；而另一个世界是那些继承了恐惧的人，对他们来说，那不是历史，那是每天晚上会惊醒的噩梦，是少了一位母亲，少了2个女儿的空荡荡的餐桌。当演员简曼书、李千娜、杨小黎等人事后震惊地发现自己被剧组欺骗，以为已经取得授权而纷纷道歉，甚至捐出片酬谢罪时，我们看到的不是演艺圈的切割大戏，我们看到的是，原来连演绎历史的人都可能对历史背后的重量一无所知。这场闹剧掀开了台湾转型正义最尴尬的一面。我们以为我们都记得，但其实很多人根本不曾真正了解。那么，到底什么是林宅血案？为什么文化部长李远会气愤到说出这是在践踏台湾人？为什么施明德的家属会说这是令人作呕？为了理解这份愤怒，我们必须把时钟拨回到46年前，回到那个阴雨绵绵、肃杀恐怖的1980年2月28日。让我们回到那个被恐惧笼罩的年代。1980年，那是台湾戒严令实施的第31年。那一年的2月28日，原本就是一个敏感的日子，因为就在2个月前，高雄爆发了美丽岛事件，
在此之前，那是台湾历史上最大规模的警民冲突，党外运动的精英们几乎被一网打尽。当时，林义雄先生作为美丽岛事件的被告，正被关押在景美看守所，等待军法审判。他的家里只剩下年迈的老母亲尤阿妹、妻子方素敏，还有3个可爱的女儿，9岁的大女儿林焕君和一对6岁的双胞胎亮君与婷君。2月28日这一天，不仅是228事件的纪念日，更是美丽岛大审公审的日子。林义雄的妻子方素敏一大早就出门去旁听审判，试图见丈夫一面。中午时分，方素敏在法庭外心里总觉得不安，她打了好几通电话回家，第1通没人接，第2通还是没人接，直到第3通依旧是那令人心慌的嘟嘟声。你可以想象那种恐惧吗？在那样的白色恐怖时期，家里突然失去了联系。他拜托林义雄的秘书赶回台北信义路3段的家里查看。当秘书推开那扇门的时候，映入眼帘的是地狱。林义雄60岁的母亲尤阿妹倒在地下室的楼梯旁，身中13刀，惨死。那对年仅6岁的双胞胎女儿亮君和婷君也在地下室被发现，2人各被刺了1刀，这一刀是背刺，直穿胸膛，当场毙命。而9岁的大女儿林焕君被发现时身中6刀，奄奄一息。她是这场灭门血案中唯一的幸存者。这就是林宅血案，不是电影里的悬疑情节，不是推理小说里的桥段，而是3条活生生的人命，是一个破碎的家庭，是台湾民主化进程中流得最多血的一页。这就是为什么当电影《世纪血案》的演员在记者会上轻描淡写地说出可能没那么恐怖、没那么严重时，会让整个台湾社会感到如此愤怒，因为他们不知道那个凶手在行凶时手段是多么的专业，多么的残忍。更让人细思极恐的是，林义雄作为政治犯，他的家当时是处于情治单位24小时严密监控之下的。特务们就在门外，监听器就在电话里，然而凶手却能大摇大摆地进入林宅，在里面逗留了至少80分钟，杀害了3个人，然后从容离去。这不仅是谋杀，这是在向所有的党外人士发出最血腥的警告：我们可以随时夺走你们挚爱之人的生命，在光天化日之下，在警备森严之中。如果说林宅血案本身的残酷已经让你感到心痛，那么接下来我要告诉你的事实，可能会让你感到一种荒谬的寒意。这部名为《世纪血案》的电影之所以引发这么大的反弹，不仅仅是因为没经过家属同意。当网友们深挖这部电影的背景时，一个惊人的身世浮出了水面。导演徐坤华，他是谁？他是台湾电影圈的新锐导演，也是这次风暴的核心人物。但他还有一个身份，一个他在记者会上没有说，但历史替他记得的身份。徐坤华的爷爷叫做徐梅林。徐梅林是谁？他是1980年林宅血案发生时，台湾警备总司令部的发言人，官拜上将。各位听懂这个荒谬的巧合了吗？46年前，当林义雄的母亲和女儿惨死在刀下时，徐梅林作为警备总部的喉舌，他是怎么说的？他说，这可能是党外人士的苦肉计。他说，这可能是国际阴谋。他所代表的那个体制在案发后阻挠侦办，甚至把风向导向受害者自己人，就是那个体制创造了无法破案的悬案。而46年后，徐梅林的亲孙子竟然拿起了摄影机，要把这桩由于他爷爷那个体制所掩盖、所误导的血案拍成一部商业电影。而且剧本里充满了推理、悬疑，甚至暗示案件与台独前辈史明有关。这不仅仅是伤口撒盐，这简直是杀人诛心。学者彭仁玉说得非常精准，他说，党国体制创造了2个平行世界，一个世界是像林义雄这样受害者的世界，他们继承了恐惧，每一天都在舔舐伤口；另一个世界是像导演徐坤华这样的世界，或许他本人没有恶意，或许他真的以为自己在致敬历史，但他继承的是一个被筛选过的记忆。在这个记忆里，过去是可以被改编的素材，是可以用来推理的剧本。
在这个平行世界里，加害者的后代掌握了话语权，拿起了摄影机，而受害者却连拒绝被拍摄的权利都没有，只能被动地等待电影上映，再次被大众消费。语气变得激昂。施明德的家属在看到这则新闻后，愤怒地发文说：“作为徐梅林的孙子，竟然以林宅血案作为噱头，着实令人作呕。这不仅是伦理问题，这是历史正义的倒置。试问，如果今天德国有一个导演，他的祖父是纳粹集中营的宣传官，他要拍一部关于犹太人受难的电影，而且还没经过受害者同意，你会怎么想？你会觉得这是一部单纯的艺术创作吗？还是你会觉得这是一种权力的傲慢？面对这样的灭门惨剧，如果你是林义雄，你会怎么做？是充满仇恨的报复，是声嘶力竭的控诉？林义雄先生没有。这46年来，他选择了一条最艰难却也最伟大的路：沉默与宽恕。他在狱中得知母亲和女儿惨死的消息时，那种撕心裂肺的痛不仅没有击垮他，反而让他从个人的悲剧中升华。他在给幸存的大女儿林焕君的信中写道：“所谓的元凶，并不单单是某一个人，而是专制思想和制度。”听听这句话的分量。当那个时代的统治者还在忙着掩盖真相，忙着把责任推给党外阴谋时，那个失去了母亲和2个女儿的受害者却在反思制度的恶。2014年，林义雄为了核四议题绝食抗议，当时有媒体问他是否要求政府为当年的血案道歉，他淡淡地说：“没有意义。”他说：“如果不是真正对于错误感到难过，道歉也没用，要求道歉只不过是羞辱对方，没有必要。他只希望政府以后不要再做这种事。”这是何等的胸襟！正是因为这种近乎圣徒般的沉默与宽恕，让林宅血案成为了台湾人心头最软最痛的一块肉。然而，就是这样一位连政府道歉都觉得没必要的老人，却被一家商业电影公司以一种极其粗暴的方式再次伤害。制作人郭木胜说：“怕他不答应，所以打算拍完了再问。”这不仅是侵权，这是对一位老人、一位民主前辈尊严的践踏。他们赌的是什么？赌的是林义雄先生一贯的宽厚，赌的是他不愿计较的慈悲。但这不仅是林义雄一个人的事，施明德的家属看不下去了，文化部长看不下去了，无数普通的台湾人也看不下去了。因为我们知道，如果连林义雄这样的受害者都能被如此消费，那台湾的转型正义就真的成了一个笑话。随着舆论的炸锅，道歉像雪片一样飞来。导演徐坤华道歉了，承认自己作为警总发言人后代的身份对家属是一种2次伤害，并宣布退出后期制作。演员们简曼书、李千娜、杨小黎、黄河、夏腾宏纷纷发文致歉，表示自己被剧组误导，以为取得了授权。李千娜甚至捐出了全额片酬。我们愿意相信演员们的无辜，相信他们也是受害者，但这件事却狠狠地撕开了台湾社会另一层遮羞布，历史认知的断层。在这次风波中，有一个插曲特别值得玩味。台北101的董事长贾永婕，一位在商界和时尚界都极具影响力的女性，她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：“我看了新闻才知道，原来林宅血案这么残忍。我无法想象，在我以为治安良好的年代会发生这种事。”这番话引来了很多嘲讽，有人笑他无知，有人骂他装傻，但我不想嘲笑他，因为贾永婕的反应恰恰代表了台湾很大一部分人，甚至是大多数年轻人的真实状态。学者彭仁玉说得太对了，党国体制最成功的不是杀人，而是创造遗忘。它让一部分人活在血淋淋的恐惧里，却让另一部分人活在岁月静好的幻觉中。对于贾永婕这样出身外省军人家庭、成长在顺遂环境中的精英来说，林宅血案、陈文成命案那是另一个世界的传说，是教科书上几行模糊的字，而不是真实的血肉。这就是为什么世纪血案剧组敢这么拍，因为他们以为观众也和他们一样，把这当成一个猎奇的悬疑故事，而不是一段沉重的国家历史。这次的争议虽然是一场灾难，
但从另一个角度看，它也是一次契机。它强迫那个岁月静好的平行世界去直视那个血迹斑斑的平行世界。它让很多像贾永杰一样的人第一次真正去 Google 林宅血案，第一次去阅读那段历史，第一次感受到那份震撼。在这个意义上，这部还没上映就无限延期的电影反而完成了一次最深刻的社会教育。视频的最后，我想对每一位看到这里的台湾朋友说几句话，特别是年轻的朋友们。也许你觉得那些历史离你很远，也许你觉得那是上一代人的恩怨，但请记住，我们今天习以为常的自由，你可以随意骂总统，你可以拍任何你想拍的电影，你在半夜听到敲门声，不用担心是警察，这一切都不是理所当然的，它是有人用生命换来的，它是林义雄先生的母亲和双胞胎女儿的血铺成的路。世纪血案这部电影或许永远不会上映了，但这不重要。重要的是，这部电影在现实中引发的这场风暴，能不能在你的心里留下一点痕迹？不要只做那个吃瓜的观众，去读一读林义雄的书，去了解一下228，去看看慈林基金会。不要让我们的历史只剩下廉价的同情，或者是被商业电影消费的惊悚。我们要记得那天的雨，记得那通没人接的电话，记得那位在法庭上强忍悲痛的父亲，因为只有记得，我们才能阻止悲剧重演。只有记得那道长在台湾民主身上的伤口，才能真正从流血变成一种力量。林义雄先生曾经说过，人生的遭遇虽然无法预料，但人生的方向却可以自己掌握。台湾的未来方向掌握在我们每一个记得历史的人手中。